大家好，今天继续请来范医生帮我们示范一下如何调整枕头的高度。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睡眠障碍，很多人都是抱怨说自己的枕头不合适，找不到合适的枕头。我想很多是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枕头都是过于商品化了，它都是在炒作概念，而不是真正从帮助一个人入睡，让他睡得好、睡得舒服角度来考虑的。从我的观点来说，枕头的高度就决定了它的是不是适合你个人，这个是个性化的，每个人都需要专门做一下试验，我们实际来通过一些小实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高度。至于材质啊、形状啊不是很重要，大家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枕头来做一个基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让准备找枕头高度的人平躺，然后朝着一面侧过来。通常侧睡是比较合理的睡姿，平躺的话会压迫内脏，然后仰卧的话会压迫脊柱，都不适合长时间的躺着睡觉。侧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观察一下，这个人他的脊柱是不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。有的床垫不合适的时候，也会影响你枕头高度找到合适的这种枕头的状况。至于挑床垫的话，我们以后也会拍一个专门的视频，教大家如何挑选适合的床垫。今天就先讲枕头的高度。大家尽量让自己的头部、颈椎和脊柱处于一个水平线的状态，这种时候脊柱当中的这种脑脊液可以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，避免出现不舒服的感觉，影响睡眠。我们第一步可以先把枕头去掉，让头完全处于一个跌落的状态。这个时候肯定是偏低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头和鼻子明显和脊柱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一下，自己感受或者让其他人观察一下，问一下，你的颈椎的两侧应该是有一侧会觉得很紧张，或者两侧都会觉得紧张。这个时候大家在找大概20-30条毛巾，我没用毛巾，我用了几张床单叠起来之后的高度。这个时候我们试着看看它，把它弄到更高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时候它往往会处于一种过高的状态，就是它的颈椎和头部和脊柱又成另一个夹角了。通常刚才低的时候，它紧张的这边颈椎就会放松，另一边就会变得紧张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他已经感受过两边紧张的时候的不同的感觉，我们去找一找能不能找到两边都是放松没有紧张的状态。我们先去掉两层看一看，来躺下再看一下，这个时候觉得哪边紧张呢？现在比刚才两种情况都已经舒服很多了。对，还是哪边？还是左边有点紧张。左边就还是有点高的感觉。那我们再把它再调低一点。太好了。现在感觉呢？感觉两边平衡很多，没有什么紧张感。他的颈部的这块已经感觉两边都是平衡，不会太紧张了。我们要给他调整一下睡姿，然后主要观察一下他的肩膀，可以找一个人帮助你测试。我们推一下他的肩膀，发现往后推是很容易的，往前推相对困难，它会有阻力。这个时候说明你是稍微有点低的，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，加薄薄的一层。那太好了。这个时候还是脖子会有紧张的感觉吗？没有紧张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推一下他的肩膀。这时候发现往后推也推不动了，会有阻力。往前推也是推不动，会有阻力。这个时候什么感觉呢？挺放松的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观察他的眼睛。刚才他
在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一直可以保持睁开的状态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说什么别的话，他就已经在不断的眨眼，会觉得眼皮会有点沉。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他是处于一种脑脊液相对水平的状态，处于大脑需要可以感觉安全，可以想要放松，想要熟睡的这种状态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你试着闭上眼睛，就不要挣扎，不断的睁开眼。然后我们不跟他说话的话，他可能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入睡了。这个高度往往就是一个非常合适他现在的状态的一个高度。大家如果找到这种高度的话，通常肩膀就不会有紧张压迫的感觉，骨盆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他的骨盆往后推往前推，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身体是属于一个平衡的。大家也见过一些平衡术，搭瓶子呀、搭平衡石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只要它内部的力属于一个平衡的状态，它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。这样他的入睡的时候，睡着了以后，潜意识进入到内部，潜意识出来，他身体没有不舒服，没有扭曲，没有紧张，他就不会有这种翻身的欲望，不会有调整睡姿的需求。往往这样一旦入睡，他再一睁开眼睛就已经是天亮了，精神状态就会比较好。你现在的感觉呢？刚才快睡着了。就是这种方法不是很难，大家就是要有耐心。第一次往往是很难的，因为你可能没有感受过真正合适高度的这个状态，所以拿出20-30分钟，一条一条的加，一条条的减，找到这个合适的高度之后，很久都不需要再调整的。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提问，如果说的不清楚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补充新的视频。谢谢大家关注。